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何孟华议员、林珍宇议员、黄伟汉先生、张延廷前副司令、刘采薇议员、张思刚议员。好，那么中美谈判呢，大家本来以为没什么希望，只是他要坐下来行礼如仪了哈。而且事先双方都说，哎呀，不会有什么太大结果，只是暖个身而已了哈。结果没想到呢，这急转直下，然后都很惊讶。第一天开会，中午大家去吃饭，还有媒体外电说大概完了哦，双方已经在里面拍桌子了，结束了，怎么都出来了呢？哦，那他们吃饭显然也不在一起吃，理论上呢，开会中间摆一些sandwich啊，什么咖啡就算了嘛，中午很简单嘛，都各自出去干嘛？一定是讨论。我们上午讨论情况怎么，我们下午要什么策略等等，而且呢都不在一起，在一起就不能讨论了嘛哈。所以呢，这个到了下午，所以第一天就讨论了10个钟头，第二天再讨论，说居然有结果了哈。主要的原因就是原来的关税要这个按兵不动，休兵30天了哈。那这边是说美国代表退让了啊，因为美国财政部长也说美国并不希望跟中国脱钩哦，但是希望公平啊，我们不希望说都没有不做生意的，并没有希望这样，但是呢要公平。美国认为是不公平的啊，所以呢，现在呢，美国对大陆关税原来是145%降到30%，大陆的美国关税呢125%降到10%，怎么算出呢？各减115%，就出来这个结果。那为什么各减115%呢？哦，我在想说呢，这个中国大陆当然希望是这个美国当然希望大陆对美国关税是0，但是对0中国也不好看啊，对不对？哦，你20，哦，我0，干脆30算啊。那事实上呢，30也比以前多了，只是呢，跟原来145%比起来就已经少很多了嘛。那所以现在只是第一步啊，大陆证实双方同意建立以后呢，磋商机制了，所以以后呢，不定点、不定时，大家都可以磋商啊。磋商的地点不一定在哪里，可能在美国，可能在瑞士，可能在中国，可能在其他地方啊。那他们呢，其实啊。这个商品的主要的结构，我们看哦，烤面包机，大陆出产的烤面包就99.7%都到美国去了，可见大陆不太吃面包，生产到美国爱吃面包啊，这也没多贵的东西，便宜的东西哈。雨伞以前是台湾洋伞盖天下，不要忘了哦。那以前记不记得那个什么一个电影，就是那在台湾对，在那个。电影里面雨伞坏了，还说Made in Taiwan， 好，那时候好像笑台湾了。那台湾现在雨伞做不错了，可是呢，便宜的到大陆去做了啊。然后呢，婴儿车啊，96.1%的婴儿车，通通大陆做的婴儿车96%都卖到美国去了啦啊。那另外呢，这个什么人造花啦电玩啦、手把等等哈，那这些都到美国去。那美国什么到台湾呢？什么到大陆呢？美国产的高粱89.1%都到大陆去了，高粱哦。那另外美国产的猪肉88.8%都到大陆去了，只要外销都到大陆去了。这玉米87%到大陆去，大豆52%，药品有10%啊。那说呢，川普这个礼拜可能还跟习近平通电话，川普就是这样谈的差不多了，就通个电话。上次他跟英国的这个首相也是这样啊。那这个大陆说他从大陆媒体，他们从不跟美国下跪，走上不打大家和平相处，不要打了啊。那但是大陆媒体也说，他们这个协议纸上是一个停火协议，就像说俄罗斯、乌克兰停3天。停一个月，停30天，但是并不是一个和平条约，并不是什么永久和平，没有还要谈的而且呢，万一90天到了怎么办川普随时也可能翻脸，都有可能的了哈。所以呢，说这次呢，他们火速降税那说北京的模式呢是要稳踩底线，同时不示弱不能跟你示弱，它民族主义兴起那也不行另外，大家关心的小额包裹。原来呢，美国是800块美金以下的小额包裹不算钱的不加关税的，所以哇，美国很多那个航空货运都是但是呢，现在呢，这次税我本来以为也降到30%，不是，是原来120%降到54%，降了一半多一点还是有54%那另外呢，这个6月1号开始呢，从量关税100美元。提到200美元关税一种是从量，一种是从价从价就是你多少价我加你多少，从量是我管你价钱多少不重要
一件我就收你多少钱，然后变成这样子啊。所以呢，当然比以前好很多了，但是关税跟以前比也是增加不少。为什么美国这次会让步呢？因为港口几乎都没船去了，西雅图说是零了，西雅图的港口呢已经归零了，没有船去了，所以呢，这个印证以后美国的货就会缺了，因为没有货运去嘛，就变成这样。另外呢，中国这方面，我今天看报道说，他们没有同意稀土，并没有放松，但是美国的代表说，中国同意取消对美国出口稀土的管制。所以我想，美国既然这样讲，表示会里面一定有谈，而且有协议了哈。那川普说，他这个礼拜要跟习近平通电话。川普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收他的关税？要打开中国的市场，而且中国已经同意把这个非关税的贸易壁垒都拿掉那很多非关税，看来关税并不高，但是有各种限制让你不能去就如果呢你不撤，我会再调高关税。所以呢，调低、调高都只是一时的，并没有到最后的确定。我们看一下。In addition, yesterday we achieved a total reset with China after productive talks in Geneva.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中关税战暂时喊卡，双方达成协议，调降关税税率90天。美国对中国商品的145%调降到30%，中国则是下调到10%。川普还松口说，这周末可能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线。We're not looking to hurt China. China is being hurt very badly. I'll speak to President Xi maybe at the end of the week. We have some other things we're doing. 然而，川普指出，这次调降不包含钢铁、铝和药品关税，并强调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是他的主要诉求。大陆也同意阻止芬坦尼流入美国，但有分析师指出，华府一开始就不应该对北京寄出145%高关税。We've gone from okay to apocalyptic to sort of merely bad. 美国和中国双双取消115%巨额关税，另外24%的关税暂缓90天实施。换算中国对美国剩下的关税，鸡肉、小麦、玉米、棉花仍将加征25%，对大豆、猪肉、牛肉、水产品加征20%，其他商品关税则全面降至10%。针对美对等关税的34%反制关税，相应暂停其中24%的关税90天。剩余10%的关税予以保留，中方也相应暂停实施24%的反制关税。就是有些部分像汽车啦什么钢啊、铝啊，那个关税还是25%并不是通通统一了有些个别的可能有豁免，有些的呢那个关税还是蛮高的来，伟汉。一开始是大家看到两边在飙车，飙到145以后，那就完全就停止。那停止以后，就看谁能够忍受比较久。现在看起来，中方在面子上是就是坚持到底那中国外交部讲说中国不跪，那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做什么妥协，但美国愿意谈，在瑞士谈。好，那大家去看那个数字145变成是30里面20是芬太尼，所以如果中国大陆未来芬太尼的时间能够取得的话，这就是10。那观众朋友要知道，它降下来，它其实降了115里面，它还分2部分呢，91%是加的部分取消，可是还有24%是90天，所以你看它现在还留着10，芬太尼如果除掉的话，那10加上未来24，如果没有谈妥的话，加回去34。刚刚川普手上拿的那个板子上面，中国就是34。所以算来算去就是个数学，退后原来是为了向前，提高是为了要降回来。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美国的民众他会需要货柜要靠港的，再没有的话，像 Walmart， 他宁可100多的税，他也要进货，他不能断货。所以川普当然也知道，可是嘴巴上不能讲，所以呢，就用这种方式先降下来。可是我没有完全降还有24%，以后90天到了以后再谈。第二个就是小额包裹，小额包裹其实基本上我是没有在买这些东西，可是那个快经济据说是美国人生活上所必须的，那个民怨会累积，习近平不用做民调啊。川普要做民调，川普要面对明年的期中选举所以趁着这次机会把这些东西调回来，调到原本先前大概大家认为在大概10到20左右的这个范畴。那这样子的话，彼此都可以找到一个退路。最重要就是，其实美国虽然很强势啦，但是它的忍受度不如中国大陆强。中国大陆第一个储蓄率比较高，民众也比较听政府的指挥，也不会有什么很多媒体跑出来骂这个习近平。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川普他是势必会实质上做一些退让，可是在嘴巴上讲说我还是获得胜利。
基本上啊，因为中国100年的这个外侮的耻辱哈，所以它的民族主义比较容易就把它搞起来。美国其实基本上各种族都有嘛，所以你美国你要把民族主义渗透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了哈。那另外呢，是台湾也因为美国的对小额包裹的课税，台湾最近对小额包裹也是非常严格的。我听年轻人讲说，本来买一个东西根本没有什么，现在现在海关盯得非常紧哦，所以年轻人也很生气哦，说怎么这也要课税，那个要课税哦。以前很多这种金额不大就算了，就不课了哈。所以看起来这个我们也是跟着美国走哈。那现在美国降了，我们降不降啊？大家也在看哈。来，这个将军。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出乎意料，因为当初大家以为会从145%降到50%，结果没有，结果就变成降到30%，降的幅度还蛮大的。因为当初感觉到有点壁垒分明，这个气氛不是那么好。那我要认为，就总体来看，美国让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让步会比较多一点。然后现在为什么美国让那么多？或者谈判，我认为还比预期的时间结束的时间还来得快，那得到的成果也是预期来得快。我认为大概美国有几个短板，第一个，美国国债6.6兆的国债，下个月6月份就要到期了，那是不是中国大陆要抛售这个所持有的美债？会有这个状况，那现在是不是赶快谈好？现在在5月份谈好，6月份这方面好，大家好办事儿。那第二个，这个中国大陆卖到美国市场的大部分都是廉价的，都是民生必需品，就跟刚刚所讲到的，是包含烤面包机这种小型的家电用品跟包裹，这个倒是一般大众所需要的，钱也不是那么贵，但是它有需要啊，这是民生必须啊，变成这个状况。那这个状况现在如果没有把这放下去的话，这个关税还是高，变成输入性通膨。因为这些关税一定会反映到物价上面去，那物价大家都买，一看都变贵了，所以会有输入性通货膨胀的这个趋势。如果输入性通货膨胀，如果再不是做解决，那会有造成经济衰退的这方面的影响。所以美国在这方面会加紧脚步来做调整。那另外一个，我认为还有就是中国大陆对美国有稀土管制，那稀土一管制，它的军工产业也包含它的我们的半导体。还有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电瓶电池都会受到影响，进入到受影响。那现在有谈到了这个稀土啊，我认为会适度的开放，虽然中国大陆会有局部管制，但是我认为不会全面管制。另外第二个来看的话，我们刚才看到美国卖给中国大陆，我们要卖高粱，那现在不是光高粱，包含大豆，包含玉米，也包含小麦，那现在已经转到有局部已经大部分转到巴西市场去了。那现在美国，尤其中南部，尤其是共和党的票仓中南部是农业州，他都希望卖到中国大陆。那可能谈判有了结果，这些粮食出口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来看，因为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那这方面市场也可以做解禁。这样的话，对这个川普这方面的压力也会稍微减轻。徐校长回来。川普的招很多了不是只有这个什么增加关税啊，玩这个游戏啊。他对美国的药价很贵，他一直是不满的。他第一任的时候呢，已经提出一些政策要砍药价，结果呢，法官判他不行，不可以实施所以他现在卷土重来，还要继续干他签行政命令说呢，针对处方间要降低药价，说估计美国的国内药价会降3到8成降这么多。美国药非常昂贵但是呢，全世界因此其实有受到台湾，像比如台湾也受到益处，受到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全世界主要的药厂几乎都在美国，欧洲当然有一些然后呢，主要的药厂大部分的销售地点市场都在美国，因为美国药很贵，所以这些药厂因为要开发一个药很不容易要开发很多种药，经过各种实验，什么动物实验、人体实验，弄了半天以后，这个才能够这个上市场去卖而且万一将来没搞好被人家告，那一赔不得了的，集体诉讼赔死了所以呢，美国人付很高的药价，那这些药厂呢，在美国赚了钱呢，就开始开发新药，然后呢比较便宜卖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基本上现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那川普是说我要看全世界这个药哪里最便宜，美国只能卖这个价钱。哇，这一下子药厂惨了。昨天美国几个主要药厂股价都大跌他要用最惠国
的模式，就是什么地方最便宜，我就采取那个地方的药价啊。你这美国不能，这个药厂不能在我美国卖的特别贵哈。所以呢，川普说呢，我不会帮欧洲买单哦，我发展的药，欧洲用便宜价钱买不可以的。所以呢，药品在美国售价应该跟国外一样，你国外卖多少，在美国就卖多少。那这些药厂是想说，我在美国把我的本钱赚回来，国外就多赚了，他一定这样想嘛。你美国才是我主要的市场嘛，没有钱嘛，当然买嘛。哦，那现在呢，如果说美国要砍的话，惨了。哦，那这些药厂还不要开发新药？另外呢，说新药可能不会在台湾上市了。哦，那而且呢，原厂药，因为现在药有2种，我们到去看医院看都知道，一种是原厂的药，有的是台湾的学名药。哦，专利到期，台湾就产学名药。但是呢，很多人都觉得有些学名药不错，有些学名药那个效果好像也怪怪的，所以有些这个病人就不想买学名药，要不然就是我宁愿到药房付比较多的钱，要不然呢就是请医生开别的药，开学名药。有些医生也不相信学名药，我也碰到有些医生，我说你自己吃什么药哦？那所以呢，这个如果原厂药通通退出健保，那你在健保买的都只有学名药。那因为现在健保这个费用也是砍，所以有些医院也规定能够用学名药就不可以用原厂药，所以有各种不同的状况啊。那另外呢，比如说今天永信就跌了8%哦，各个制药厂都跌了啊。所以呢，就是因为呢，药价将来可能会被就我们的健保署卫福部已经在压药价了，那川普现在跟着要所以呢，可能根本健保都不来，甚至台湾都不来了，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那我们看这个美国药多贵这个表你看的真的贵譬如说现在有不同的最近的新药，我看这个新药吓死了，这个药在美国卖33.4万在英国只有15万，那我们的健保是13.2万，美国是33万呢，我们是台湾的健保这个价是付他是13万呢。这个大概是我想是那种罕见的那种罕见的药了另外，譬如说像这个药，美国是10万我们健保付4万像这个药，美国要卖2.9万，等于2.1万，我们健保付3200块全世界各地最贵的也不过就是比利时6000对不起，最贵是这个法国8000，但美国要2万呢。其他很多地方登记，然后我们要只3000块然后呢，比如这个药，美国要17万，我们只付7万那这个药美国要7300块，我们付1100块。所以换句话说，美国的药在美国的价钱，这只是一些例子。最近的新药，因为新药比较贵嘛，就看得出来好，那么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药价。台湾 WHA 行动团本周出发，前副总统陈建仁投身研究外，也要实际到场为台湾发声。不过看到这，心中颇有感触，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大幅降低美国处方药和药品价格30%到50%，强调让美国药品享有最低价格，等于启动最惠国政策。那因为我们有全民健保的这样的一个对健康照护的保障所以民众不必要太担心。但是确实我们要密切注意到药价的全球药价的浮动的问题。谈到重点，药价恐怕上升，势必影响美国药厂不愿压低来台药价，甚至不愿在台上市。台湾呢，在新药的引进上面呢，一向都是不落人后了，所以我自己呢是对于整个全球药价的变化会产生怎么样的冲击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到目前还没有明朗，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才能够做更好的分析。陈建挂保证新药进口没有问题，不过目前川普政策涵盖药品不得而知，就怕连锁反应，药价反映在病人身上。还是刚这药价的问题，坦白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通常是跟那个国家的健保支付，然后那个商业保险支付有很大的关系。那之前大家谈的是很多的特殊用药没办法进来台湾，因为第一个台湾的市场小，第二个呢，它这个健保呢这某些药品呢不做给付，所以你像过去很多癌症的特殊用药。在台湾呢，基本上都是靠自己来负担或者是有商业保险用保险费来支付，所以药价在各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平等的事情本来不平等的事情。像中国大陆它很多的国外的药特殊用药会进中国大陆，为什么？第一个，它的这个
病人多，就算是一个特殊疾病，但全中国大陆可能加起来它人数多。第二个呢，中国大陆有个特别的制度，它会让一些病友家庭大家集合在一起，去跟着药商去购一些特殊的用药啊，所以这每个国家的不一样。那美国呢，看病贵，看病难，然后开刀要等。好，这是他们一般民众的这个抱怨，所以一般美国人这什么小病啊、感冒都没有在上诊所的，自己就去药房买药。那种药就是一般美国民众最常接触的一些药啊。所以你说这些砍低下，我想川普指的是某些特定的对一些急重症、重症的，或是像一些特殊疾病的一些用药。那部分我觉得才可能是他打击的对象。但是他在美国这样的时候，我们台湾会不会因此比较便宜？不会。不会，那是因为个别市场的关系。他不是说我美国没办法卖药，我就把药卖到其他的国家里面去啊。我们反而要关注的是，当这些药厂在美国利润受缩了之后，会不会在其他的国际市场拉高价钱？我觉得那个才是会波及到我们的用药的市场。来，孟华。对，其实川普我们知道，他一直以来他的政策都不按牌出牌，他看到什么东西觉得美国的权益受损了，他就希望美国可以在这方面来取得就是他们相关的权益。现在呢，川普可能把他的脑筋动到了药上面，可是我们知道其实药的机制非常的复杂，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觉得我们台湾其实不管是卫福部或是等食药署的，要好好来看，如果川普他这个新的机制下来之后，我们到底会受到怎么样的影响，就可以知道，如果美国他们自己真的本土的药价降低之后，那海外的药价升了，那台湾到底可不可以顺利买到药呢？我们知道其实很多药本来在美国就是比较早上市的，因为其实美国早上市之后，你取得了 FDA， 其实它后来各国呢，其实食药认证都是有帮助的。那当然在这个状况下，也许不会改变。可是当美国的药价降低了之后，后续会怎么影响到整个国际的食药的市场？我觉得这方面我们政府必须要好好来注意啦。那讲回我们刚刚其实中美的贸易，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在第一次川普第一任期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也曾经有一个中间的就是休战期。我觉得这次呢，其实也蛮像那一次的休战期的。那虽然表面上呢，好像中国取得大胜利，不过大家仔细去看，其实呢，也只是把中国拉回了谈判的贸易桌。一开始川普在公布这个关税的时候，中国非常的强势，不断的用双方来拉抬关税的方式，然后拉到了非常高，那大家玩起了一个胆小鬼游戏。那玩到最后呢，不管是美国的经济衰退，其实中国面临到的国内也有很多疫情之后呢，他们房地产呢迟一直在下降。那还有他们的失业率，在年轻人失业率呢已经达到1/5，后续也不敢再公布相关的数字。所以在中国，我觉得经济的压力也是很大。那美国压力很大的状况下，双方需要有个台阶下，所以呢，有了这次90天的一个休战。那后续到底会怎么来看呢？我们知道，其实川普的个性非常的不按牌理出牌，所以有很多的出口商赶快把握这90天的机会，赶快来出口到美国。所以这其实是还是要继续来好好的观察。就是双方都有需要了啊。中国因为失业率现在很高，的确失业率很高，尤其年轻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个很麻烦的哈。那经济也不好，房地产也不好。那美国呢，通货膨胀。他最怕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起来以后，中低阶层的人就会受苦所以双方各取所需，各有所需哈。那另外呢，台湾说要投资美国阿拉斯加天然气了哈，那想要每年要去买600万吨的天然气哈，那占阿拉斯加的产能的3成。不过这个是有争议的，因为美国民主党是非常反对阿拉斯加开采天然气的。那你能保证共和党永远执政吗？等有一天万一民主党回来执政了，他搞不好就反对了，就禁止了。那你说投资的钱怎么办？而且投资还是不是立刻可以拿到天然气的？那时间就蛮久的。我们看一下。2个月前，总统赖清德出席台美商会献年饭，就说到台湾有没有兴趣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在场贵宾阿拉斯加州长邓立维3月率团访台时，也和外交部长林佳龙就经贸交流和能源安全交换意见，并且也和我方签署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买卖暨投资意向书。如今邓立维12号透露，台湾未来每年打算向阿拉斯加采购600万吨的天然气。新的总统也充分的掌握了这样的一些讯息，那也释出了善意，然后来对美国增加更多的采购，也希望减少跟这个美国之间的顺差的问题，然后。这对阿拉斯加而言将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天然气采购。邓立维也坦言，不知道投资阿拉斯加天然气管线计划是否被列为台美贸易谈判的条件之一，但认为白宫态度是鼓励台湾向美国采购，项目也包括天然气，而这可能是修正美台贸易不平衡的一部分，但蓝营持保留态度。离谱的是在哪里？是阿拉斯加，它境内从山上的天然气到山下来这一段440亿美金，要叫台湾买单一部分。
因为阿拉斯加州现阶段希望和日韩台等国合作，投资价值约44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线计划，预计新建一条800英里，相当于1287公里长的输送管，从北极圈以北的油田输送天然气到阿拉斯加南部，并在当地液化运往亚洲。数量还在协商当中，所以目前是在双方讨论的阶段。数字还没定案，但从美方讯息透露，似乎不是小数目。好吧，我们现在就对美国一直让啊，这个也给他，那个也给他哈。那比如说像半导体，我们对大陆是要 N-1哦，就是台湾要有比较优势。那对美国有没有呢？你对大陆 N-1，对美国也应该 N-1啊，那才叫做技术保留在台湾啊，先进技术啊。但你对美国有这样吗？看起来是没有。休息下来回来。